很久没有听到骆师傅讲好听的希腊神话故事了，刚好他今天就有一则要先来跟大家说一下。OK， 好，这就说到了就是我们的翩翩优雅、多才多姿的美少年欧菲斯跟他老婆 Eurydice 的故事。那其实欧菲斯他是谁呢？他其实就是我们的9位缪斯女神的其中一位的儿子。然后他生来就是又帅，然后又有才华，然后会唱歌、会弹琴，然后身材又好，就是男神级的就对了。那他爱上了一个水中的精灵，叫做 Eurydice。然后结果呢，他就是跟他相恋，然后并且幸福的自由恋爱，变成了一对夫妻。那当然好景不长嘛，那他的妻子有一天就在散步的时候就被一只毒蛇咬了。然后就死了，那我们的 Office 就很难过啊，所以于是他就跑到了冥府去求黑帝斯。那你以为到冥府很简单吗？当然没有，所以他就用他的情意，他一直弹他的七弦琴去感动，就一直关说。到了黑帝斯面前，更是用琴声打动了黑帝斯。那黑帝斯就说：“好吧，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带你老婆回去，只是有个条件，就是你回到地面上之前，你不可以回头。如果你一旦回头看，你的老婆就没有办法再有第二次机会转回人世。”他说：“好，没问题，我记住这件事情。”于是，一路上不管他后面真的老婆或假的幻化出来的老婆如何的哀救哭喊，他都没有回头，然后步伐非常坚定的走到了阴阳两界的交界。那终于他也踏出来到了人界之后，他就觉得啊，我达成了不可能任务，老婆啊！于是他回头了之后，发现他的老婆的脚还踩在阴间，于是他老婆又被抓回去，而且这鬼门就关起来了，他跟老婆就永世分离。那伤心的欧菲斯就从此就是非常的难过，最后抑郁而终啊。然后宙斯看到了这凄美的故事，他妈妈也求情，所以宙斯最后就决定，好，那我就把象征欧菲斯的七弦琴升上天空，变成我们所看到的天琴座。听完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木莲救你，有点类似，但其对，是有点类似。对啊，不能回头嘛，对啊。对，所以就是东西方的那个冥界之王，就是那个他们美感都差不多这样子。这段故事呢，其实也出现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电影里面哦。那这个电影就叫做《追忆人》。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了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同时，我们在每个礼拜3节目首播完之后，在礼拜4我们会上架 Podcast 节目《解封吧耳朵》。今天的节目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刚刚欧菲斯的故事呢，也有所谓的暗黑版，而且暗黑版听说非常的厉害哦。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追忆人》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创的电影。导演丽莎乔伊跟台湾有点关系之外，男主角休·杰克曼跟姐夫也有一点关系哦。哇，这个是他吗？对，那是20年前。然后这个是你哎，这个是你吗？那是20年前的姐夫。好，可以关掉，可以关。好，关掉。哦，对他有印象的，就是他跟那个梅格莱恩演的什么穿越时空爱上还是什么对之类的，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的确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天秤座帅哥的那种优雅平衡的那种形象，这样子。然后他就变成金刚狼了，对，然后之后就走了另外一个路线。在这么久之后，他终于回归，又回归到他那种文质彬彬，然后就是一个深情的，然后在这个追忆人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也是很久都没有讲过，或者是说我们很少讲到的一个爱情电影的类型。我会觉得就是他把人对于现实，还有对于过去的美好、残酷的现实这个对比，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叙述，也把那种真实跟现在回忆里面，然后出不来的那个人的那个状况也表现得非常的好。然后同时，这应该算是 cyberpunk 的爱情故事吧？它不是 cyberpunk， 它是浩劫后。浩劫后跟 cyberpunk 不一样。所以愤怒道是浩劫后，然后对。所以 OK， 所以它是被归类在就是疯狂麦斯的那种浩劫后电影，对，还有这样分 OK 好。陆师傅会觉得这个电影会是什么样的星座特质？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就是水象星座爆棚，你看一开始就是都是水，那当然，而且你看它的片名叫什么《追忆人》，
记忆这件事情，我们的巨蟹座一定是掌管很多的部分。对，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它这个记忆，它是透过睡眠、透过催眠、透过梦这件事情，那它其实跟双鱼座也很有连接。而且同时，你看这里面充满了各种的镇定剂、各种的毒品那其实让人如梦似幻，然后醒着却像在做梦。这其实也是很就是我们双鱼的感觉，它也有很多的不管是地下组织、性丑陋、死亡这个部分欲望人的欲望斟酌，对天蝎，所以其实它就是满满的，就是3个水象星座掌管的东西，其实都合在一起。那只是其中我会觉得就是巨蟹，它的这个成分很多，因为巨蟹我们一般不是说就只有家庭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巨蟹它的守护星是月亮。那其实我们水象星座的3个守护星，月亮是巨蟹座，海王星是双鱼座，冥王星是我们的天蝎座。原则上这3颗星星都会跟过去都会有关系，而且跟我们的情感也会有某种程度上纠结，所以这也是剧中一直很强烈的这个能量。OK， 那我们就还是就把这个电影归类成一个巨蟹座电影好了。那接下来其实在片中有3位主角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吴彦祖。为什么不讲吴彦祖？他就我其实还蛮期待说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戏可以让我去看看他的个性，可是他出现的时段真的是太短了，而且对啦，他只有2场戏啦。对啊，那我们要先从哪一位主角开始说呢？是你朋友还是要2位女生？我朋友，好，我朋友哈，休·杰克曼。Okay. 我们先从休·杰克曼开始讲。那 Nick 也就是休·杰克曼演的这个角色，其实你会发现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的执着，想要去找回他过去的这个相遇的一个片段，而且你就会觉得他到最后他发现的是，他就是一个很锲而不舍的一个角色，执着锲而不舍。那这个跟其实我会觉得说，然后你会觉得他里面有很多的温柔体贴，而且他在很会去所谓的引导催眠这件事情。那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催眠这件事情它是双鱼座掌管的。那催眠这件事情它需要得到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它必须要声音或者它整个人的频率跟能量是温暖，而且具有一个引导性，让人能够放松的。所以你看，即便是很多在那片中就是已经走错路，然后陷入紧张的那个进入沉睡的人，他可能用1-2句话就能够慢慢的把他带回到平静的一个状态，现实，对。所以其实就会变成说，心灵的那个安抚的那个程度，或他的那个能力，其实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双鱼跟巨蟹这2个水象星座，其实他们都会是非常敏锐的、敏感的2个星座特质，而且它不像天蝎座是它的那个敏锐，有时候是拿来伤人用的，或者说它可能有时候那太一针见血了，即便它是真的。但是，可是你会发现，就是它里面的引导，它是充满一种温暖，或者说告诉你它是可以这么做的，然后，所以你会去相信它。那所以就是说，细心的巨蟹座或者是双鱼座，其实是很有办法能够做到这种事情。巨蟹座它是母爱的象征，那母亲原则上这个形象，一般来说，在没有特例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会比较有多一点的呵护，或者是多一点的包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很多行星落在巨蟹，或者是说太阳巨蟹的，不管男生女生，他都有个特质，他就是非常的细心。所以就是说，其实除了我们一开始讲的白羊座，它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因为它骁勇善战、横冲直撞以外，其实巨蟹往往也可以成为一个好业务，而且很有潜能。只是他走的方向是什么？他走的是打到你的心里。对，他不会像天蝎一样，就是到你的心里去偷秘密，他直接偷你的心。所以其实巨蟹座他很能够去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去
给你要的地方，它不像双鱼全部给你，就是让你感觉到满满的爱跟关怀还有同情，也不像天蝎会觉得说你抓住我的小辫子了。他有很多的巨蟹座的特质，但是在他的催眠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声音也带给人很安定的力量。有关于声音这部分的话，是哪个星座在管？其实声音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般来讲会是我们的水星或者是水星掌管，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口语或者是心智或者是我们的那如果是好听的声音，可能金星也会管。所以原则上，如果说我们在星盘里面，你看到某些人他的金星跟水星是合相的，原则上他的歌喉或者他的声音都会展现出美好的特质。感觉休杰克曼这一方面应该都还不错哈，这个可能要看一下。所以说，在休杰克曼的这个角色内，其实我们把它颁给巨蟹座。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这个女主角 May。好，这个 May 她一出场就是一个 stunning。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形象，而且他同时也是之前跟休杰克曼在那个大艺术家，那个歌姬对不对？他的歌声真的也是很好，对，在剧中也展现了他的歌喉，对，然后非常棒。所以就是连接到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声线或歌唱美好。其实我也觉得他就是可能他的金星跟水星可能也是有某些相位，说不定。那 anyway 就是你会看到在他身上有我们之前几集里面讨论到的一些角色的影子。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任何人总是展现了一种1对1的魅力跟能量场。天秤座，对，所以你看到不管是我们之前在《寄生上流》里面提到的女儿，或者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或者是我们在《夏女的诱惑》里面提到的大小姐，或者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她们其实都是第一个长得漂亮，而且第二个就是她们可以一一击破所有的人。像我们之前在《气魂》里面讲到的那个万博士，我们那时候讲他也是天秤座，他其实也会指导黄龙直接到检察官家跟他谈判。所以在这一集里面，我们的这个女主角妹，她直接去找了我们休杰克曼的好搭档，1对1单挑谈判了。而且当然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故事剧情，但是他做这件事情就是展现天秤座最拿手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你打群战，因为你看他只要他跟妹跟休杰克曼还有那个女同事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先说在一边，对，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可是当你看到他跟那个女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可以跟他，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怎么样呢？他就展开他的攻势了。而且他所有的攻势都不会让你觉得是一种有侵略性的，而且最后你都会乖乖听他说。这就是天秤座很厉害的地方。而且天秤座他有一个习性是什么？他都会跟你跟他讲什么，他会说哦，好，但是他还是做他自己。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也让我觉得这还蛮天秤的。他说：“其实我终于做了我想做，而且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这句话的缘由是什么？一定是你一开始你有想做，你有觉得该做的事情，可是因为别人而让你没有办法去做。那其实天秤座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在白羊座一个非常讲究自我形象的一个星座的对宫的一个星座。对，所以基本上它跟天秤座他们都很重视人我的关系，可是差别在哪？白羊座人我关系是以我为出发点，我要主动的去征讨。可是天秤座它掌管是什么？我要以和为贵，我要公关好，然后我们要在公关好的情况之下，朝着我想要的方式前进。对，所以为什么他要去周旋？那可是，在周旋的状况底下，如果他发现会破坏到那个关系，破坏到那个和谐的时候，他往往有时候会先委曲求全，然后用更迂回的方式，然后最后去达到他的目的。好，天秤女要小心天秤女，对，所以《夏女的诱惑》的标题要再下一次这样子。天秤的女生是真的很厉害的哈。那最后我们要来聊一个这个配角，她其实也是蛮重要、蛮关键的一个角色。对，她叫做 Watts。这个角色其实他一开始从他的名字到他的形象都比较不会是像我们的妹是这么的典雅或者是这么的女性化的一个形象，所以一开始反而比较
反而比较就是对，反正她就会是一个女汉子啊，或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你说讲到女汉子，我就想到那个白羊座。对，所以一开始我就是在纠结，她到底算是白羊还是宝瓶。为了要来在休杰克曼身边，其实她抛弃了她的女儿，抛弃了她的家庭，然后就在一个可能只能够负担得起他生活的最低限度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工作，只为了待在休杰克曼身边。而且他在剧中也有讲到啊，他就是说，对啊，我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就是可以很坦然、很理解自己是一个不称职妈妈这件事情的。其实有这种勇气说出来的，其实白羊妈妈跟宝瓶妈妈其实是很能够说出来的，就是他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拜托你们好好的，不要来烦我。对，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这样子，然后我希望你们有自己处理事情、自己判断事情的能力，你们不要烦我。Watch 的这个角色里面，洛师会觉得他是比较偏向宝瓶座的能量很强，宝瓶跟白羊吧，而且我甚至觉得他可能白羊也可能多一点，因为毕竟他那样直接可以单刀直入的闯进那个坏人的地盘里面的这种身份，他的那个符号跟形象，我觉得白羊好像冲锋陷阵的感觉多一点。而且其实你会看到说，如果他在白羊的话，其实就会跟我们的妹成为一个对攻的一个很明显的能量差别。其实我们在电影里面一直可以看到妹跟他的一个能量一直是互相对应的，对啊，就是对称或者是相反的一个特质，所以也刚好符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天秤跟白羊的这个人我关系。因为白羊都是一直主动出击，即便是被 turn down， 他就是被拒绝或者是什么，他也是勇往直前，一直到最后他被 fire 掉。所以到底是宝瓶还是白羊？我觉得是白羊对。OK， 好。对，而且因为其实他是剧里面一直提醒，就是休杰克曼你不要往回看这件事的一个人。OK， 那我们就把这个 Watch 这个角色把它颁给了白羊座。什么样的特质的星座会比较会 move on？ 那什么样的星座会沉溺在过去 ？OK， 其实，在12星座，我们不要12个星座分开讲，我们分成4个元素：水、火、地、风类型的星座中，其实我们往往会看到最关注于过去的，其实是我们的水象星座，包括了我们的巨蟹、双鱼还有天蝎。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就这3个星座的人，往往他们就会有念旧或者对于过去念念不忘的这个部分。对。那其中你会看到，除了我们的天蝎，他除了过去以外，他也很在意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也往往会看到说，天蝎座会给人的一个典型印象是水象星座里面最精明的一个，也就是原因在这里。接下来，相对于过去，最注重现在这个当下，我拥有什么，这东西绝对是我们的土象星座，因为它一定要现在有的才算有嘛。你就跟我讲过去那都没啦，未来也是屁话啊。那现在有的最扎实的，所以土象星座一定是我们会觉得最注重现在。那只是其中你会看到处女座，它除了现在以外，也会关系到一点未来。所以你会看到最会盘算的土象星座，原则上就是我们的处女座。还有吗？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咯，如果说我们是开始要觉得要往前看了，那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过去，我们现在也不能停留太久，那绝对就是我们的火象星座啊。因为我们火象星座不管是射手、狮子或者白羊，我们一定就是现在要好，但是我们要开启新的计划，我们要往前冲啊。不管是白羊，我现在就要出发；狮子就是我要创造我的王国，我现在要很好，但是我也要创造我王国。射手更不用讲，就是我管它怎么样，反正我的目标就在那个远方，我一定要去。所以相对来说，你可以看到里面最注重现在的状态的其实是狮子座，剩下我们的风象星座，往往很多人会觉得他们的现实感好像也没有那么充足。为什么？因为不管你看到的是双子座、天秤座或者是宝瓶座，双子座它讲的是一些八卦或者一些空穴来风，不见得一定有的东西，但是它好像是现在发生在我们身边，还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天秤座它是非常的均衡的，在意每一个时间点的一个星座。然后再来呢，宝瓶绝对是超前的。他不会理你说现在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现在的规矩怎么样。我想到的是比你们聪明太多的，我想到的是什么量子
科学，还是我想到的是玄学，我想到的是你们这些人都还看不到的地方，是在远未来。你是什么样的星座呢？你是比较重视未来，还是比较缅怀于过去呢？到节目最后呢，我觉得一定有人又要一定说怎么还没讲到这一块，这是欧菲斯的故事，他的暗黑版是怎么样？欧菲斯又看到他老婆再次的掉到地狱里面，然后鬼门就这样关起来之后，他就是非常抑郁而终，变成了天秤座。其实呢，有更后续的版本是什么呢？是他的确是很抑郁，然后从此再也不谈快乐的旋律，不再唱歌，或者是唱的都是很悲伤的歌，然后就是穷困，就是非常的潦倒这样子。那有两派的说法，其中一个版本他就讲说，从此我们的欧菲斯就转性了，就再也不喜欢女性，因为他没有办法再找到另外一个跟他老婆一样好的人，所以于是他就喜欢上了同性的伴侣。那第二个版本是他就是继续的抑郁的在人间流浪，然后流浪到哪里？流浪到了流浪到淡水没有，流浪到也是一个河边没错啦，但是不是淡水河。他流浪到了酒神 Dionysus 他们的女性徒巴凯女性徒的这个狂欢会里面。那当然里面那些女人都是喝了酒啊，袒胸露乳狂欢哦这样子。他就是要那个我们的欧菲斯弹一些嗨一点、快乐一点，弹个电音什么的都好啊，唱个快乐的歌。欧菲斯就拒绝，因为他真的是太悲伤了。于是这些发狂的女性徒就把欧菲斯分尸了。Oh my god！ 把他拉成尸块，然后之后呢，把他的尸体跟尸块还有他的七弦琴一起丢到了河里。然后又很不幸的，这些尸块跟他的琴一直沿着河流到谁的面前？流到他妈妈缪斯女神的面前。然后他妈妈就从河里把他儿子的头跟七弦琴捞了起来，拿到了胸口。然后没想到他儿子的头一直在唱着悲伤的歌曲。然后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悲伤了，所以最后宙斯就把七弦琴升上天空，变成天琴座。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比较少人另外一个版本对，就是它的后续，对它的后续故事。但是主要是我听起来也是真的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但是你怎么可以笑成那样？你怎么可以那么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画面，可是它又是很悲伤，所以其实我就会想到就是 就是 Hamilton 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神话它真的就是把一些很残酷的事情用非常唯美、非常浪漫的方式去把它包装起来啊，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凄美，但是又很荒谬，但其实实际上很残酷跟血腥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讲到哪些星座掌管时间轴的领域，对不对？对啊，对，那希望大家都有得到一些东西啦。那我们结果大家只记得黑暗版的欧菲斯故事。本节目还是要往前看，所以大家期待下一次我们要聊什么电影好了。好，拜拜。